现在今天这个直播啊，我就一句话都不说了，因为说太多话，我的声音已经再见了，我嗓子都哑了，所以今天的直播是只看不听直播，可是不可听直播，对。我相信刚刚大家已经理解到了我刚刚跟大家说的话的意思，我刚刚已经通过眼神跟大家表达了我想说的话，我相信大家能听懂。前面有吗？不搞了。你 TY 哥哥也在，태용이也在直播吗？ 태용이도 라이브 하고 있는데 어떡해？ 那你们去看他的直播吧，你们去看他的直播，让我自己自嗨一会儿就关了休息。你们看他的直播去，我自己嗨一会儿。哎呀，直播怎么样舒服？躺下来直播才舒服，是吧？给大家展示一下，现在椅子正在慢慢的往下躺。哎，车上必须得躺着才舒服，是吧？那光有点打不到了。没有声音吗？真假的？我卡是你卡，今天应该不会是我卡，我今天用的是5G，但我发现躺着的话会有点奇怪脸。哎呀，开个灯儿，否则你们看不到我了。说我黑，我那么白。如果我睡着了的话，希望大家谅解，因为现在实在是太舒服了。今天开美颜了吗？没动。哎呦，开太多了吧？但是如果当你美颜开了的话，本来开了的话，你把它调回去，你就会觉得自己脸突然变大了好多。现在全关了，一点都没有，每一个都只是0，现在就是原图，现在完全就是原图。我们要真实，不能作假，好不好？还是这样舒服，手这样拿着太累了。你要是睡了，我就去看你泰荣哥的直播。你去看，你现在就去看也没关系，这样我现在就可以睡。不用开美颜，谢谢。我也觉得，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你觉得我的颜值已经没救了，所以开美颜也没用，所以就别开美颜了。
哎呦，不行，直播毕竟是直播，我至少还是一个 idol 是吧？那就还是得至少得有点偶像包袱。对，我已经很没有偶像包袱了，那把包袱捡起来一点。为什么我喜欢这样撩头发？因为太热了，头发压着的话特别闷，特别难受，然后额头容易长痘，额头已经长了一个痘。显得发际线高啊，没事啊，发际线高就高呗。热就脱，里面穿了一件透视短袖，不可能，我才不穿那种衣服平时。我今天在这边那个叫什么视频签售，好多人问我我的那个睡衣是谁送的？不是成员送的，是我一个好朋友送的。他送这种衣服就根本就不是因为觉得我可爱，就是想搞我才送我这样的衣服。大家不要感谢他，我感谢他就行。毕竟送我礼物嘛，这是一份心意，谢是要谢，但是一看知道是想搞我。手好酸啊！口罩当然戴，我现在只是在车上就算了。不行，唱不了歌了。今天说太多话，我嗓子太哑了。现在，下次上班路的时候唱吧。今天本来其实想在上班路的时候直播一下的，但我一坐上车，我就昏厥了，困得要死，就完全睡着了，然后醒了就到了，所以就没有直播成。我现在一坐车我就困，我现在每天都特别困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睡得也挺好，啥都挺好，但就容易困。冬眠。晕车我是有晕车，但是我没有。现在我小时候晕车很严重，但我现在几乎不晕车了，因为发现这种东西也是可以练出来的。你一直晕车，就算晕车也一直看手机，现在也就不晕了。你在开会你还玩手机，不还要看我直播，不行。工作就得好好工作，工作和私下的事情是得分开来的，好不好？看直播嘛，随时都可以看。工作的时候赚钱养家呀，还是得好好弄。在写论文，那也别看了。边洗澡边看直播，这个看吧。告诉你们个消息，我又困了。
为什么会卡？明明是5G，果然都是骗人的。海上钢琴师看了吗？我已经下载好了，但是还没来得及看。那天晚上太困了，本来准备晚上直接就看了，但太困了。加5G，果然都是骗人的。今日主题困，现在我发现给大家直播一次我在车上睡觉会有看点。看点1流口水，看点2说梦话，看点3打呼。还有啥睡觉会干啊？磨牙梦游，你坐在车上怎么梦游，哥？自己突然梦游开车，不开车，把门开来，这不行，那不睡了。录腹肌，不要搞啊！睡觉会脱衣服吗？我到现在睡觉没有脱过衣服。有学什么新菜？没有学新菜。我最近在想学黄焖鸡，但最近没什么那个时间去做。明天可以做做看。明天我休息。你知道吗？对于一个打工人来说，休息日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件事情。休息1整天，而且1整天休息跟休息了一会儿，然后晚上去工作，就算10分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个心态，那个心理真的是不一样。打工快乐，必须快乐。打工的时候找到快乐，你打工才能打得好，而且心情也好。但是在去打工的路上是非常不快乐的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打工的路上永远都是消极的，但是当你开始打工了，那既然你要打工，那就快乐乐，嗨皮皮，开心心的打工。对，想到，对，打工的时候是快乐的，去打工的路上是不快乐的，这个没办法。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我的感受。钱到账的时候最快乐，很真实。那上学人也难，那上学人你就把学习知识当做一件欢乐的事情，你就从中找乐趣嘛。就比如说就比如说我为什么喜欢学数学，但我觉得老师也很重要，老师能把你吊起你的兴趣感，这也很重要。我以前的数学老师非常好，我特别喜欢我们的数学老师，就因为我的数学成绩特别好，因为让我对这个科目非常感兴趣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。怎么会有这么有意思？而且做出一道题能让我这么有成就感，觉得自己太强大了，太聪明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想法，才会让我好好的去学习。所以我觉得老师很重要，我觉得我的那个老师真的太厉害了。但我觉得兴趣这个东西呢，能培养，但是自己培养的话很难。兴趣这种东西都是自己就会产生的。让我
培养，就比如说我讨厌做一件事情，但是硬要让我去喜欢做这件事情，这件事真的很难，所以它真的特别难。因为你不喜欢的事情怎么让你喜欢？但是你只能说就怎么说呢？毕竟你得做嘛，那就不要带着那么消极的心情去做，不强求开心，但也别那么消极。因为学习工作是为了谁？都是为了你自己嘛，是吧？学习也是为了自己，你自己学到知识，老师教你学知识，老师又不会学到知识。你自己学知识，老师教你，老师还花费时间花费精力，是吧？这些反正都是老师知道的。别说了，行，不说就不说。唉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说话，我特别喜欢说话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对说话这件事情就也不是感兴趣，我就很喜欢交流，跟别人交流的时候能学到很多东西。我表达能力不好，我现在想说很多想表达的东西，因为学习的太少了，所以我得多看书嘛。我现在也在努力的去看书，我现在最近一直在看书，但是还是不够，要看很多书，这样你表达的词汇、表达的能说的话就能变得更多。现在太有限了，想表达的都说不出来，就是有这个感觉，但是不知道怎么说，这就很难受，知道吧？MBTI， 我是啥来着？INFPT， 对，我是 INFPT。这个 MBTI 超搞笑。我做这个的时候，我跟 Mark 待在一起，然后他那里只有韩文版和英文版，然后我就懒，我说懒得看，我说开英文版的你帮我翻译吧。然后他就真的开了英文版，每个问题每一个选项他都给我翻译，然后我在当中选择，然后测了1个小时，把他给累的笑死我了。有一个这么好的弟弟就是好，是吧？有个好弟弟。但我现在已经不是想要一个这样的弟弟了，我是希望以后我有个这样的儿子，有个这样的儿子多好，太可爱了。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这么可爱的人。他升级了，现在已经不是弟弟了，我想要个这样的儿子，所以我准备回去问问他愿不愿意做我的干儿子。得寸进尺，但他真的太可爱了，我真的活到现在，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一个能这么可爱的人。但他有什么可爱的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就他很多，就他做的事情就很傻，也不是傻，就很蠢萌的。然后他的笑点又低。真的，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一个不喜欢Mark。
他把你当弟弟，你想当他爸爸。对，真的很憨，对，很憨，而且有时候真的非常非常郁闷，就怎么不是郁闷，就他搭配韩文中文是啥？哇，就他的手工能力怎么能那么差？但又那么想帮他，但是又那么的倔强，太可爱了，我的天哪，受不了。我想要一个像陈乐这样的女儿，你在开玩笑吗？行，不说了啊，到家了，拜拜，下次见啊。到家了，那就到家了呗，是吧？每次结束都是这么突然，大家也不要觉得，大家也习惯了嘛，是吧？拜拜。